4种家电买得起用不起，隐形成本太高，妥妥的家电刺客。现在的新式智能家电确实对人诱惑不小，但有些电器并不适合普通家庭。虽然售价不高，但安装和使用成本却很吓人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4种家电，就是典型的买得起却用不起，放在家里大多成了摆设。看看这些智商税家电，你家中招了几个？1. 洗碗机。以前的洗碗机价格贵得离谱，普普通通的配置也要万元以上，妥妥的中产家庭收入专属。但现在搜索各大电商平台，中高端配置才不过5、6千元，入门级的更是跌至3000元左右。很多人看到洗碗机价格如此优惠，就也想着买一台，从此彻底解放双手。但安装使用后才发现，跟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因为洗碗之前要先将餐具上的大块油污冲洗掉，再放入洗碗机卡槽内一一摆放，麻烦不说，关键耗时还长，不管几套碗筷至少也要60分钟以上，费水耗电是跑不掉的。另外，工作结束后，洗碗机的零部件也要拿出来清洗。买之前想着解放双手，结果双手不仅要洗碗，还得洗洗碗机，妥妥的大冤种。还有买了洗碗机也不是一劳永逸的，使用中还涉及到耗材成本，洗碗凝珠、软水盐和机体清洗剂都是必不可少的。所以，洗碗机这种电器，对于一些普通家庭，特别是人口少、饭碗也少的家庭来说，这绝对属于一个鸡肋般的存在。2. 净水器。现在的家用净水器价格也越来越接近平民化，就拿厨下净水器来说，大品牌的也不过1、2千块，这让很多普通收入家庭也能消费得起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现在的净水器厂家也学聪明了，利润根本不在产品本身，而是后期使用的隐形成本。也就是说，后期换滤芯的成本贵到你无法想象。净水器的核心部件就是滤芯，它是决定过滤水质好坏的关键。但这东西属于耗材，使用一段时间就要定期更换，每年的换新成本，便宜的也要几百块，贵的则要1、2千元。网友小浣熊反馈，之前买净水器觉得价格不算贵，就选了某品牌双滤芯的机子，用了1年后换滤芯花了400多，还能负担得起。结果第2年2个滤芯都要换，竟然要880元，这也太贵了吧！这个后期维护成本真是高得离谱，还不如买桶装水划算呢。所以想装净水器的朋友真的要慎重，虽然它的价格很便宜，但使用性价比并不高，每年的换新维护成本真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得起的。3. 零冷水热水器。本来燃气热水器就很好了，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热水，但很多人看到多花几百块就能买到带有零冷水功能的热水器，就很心动，就想着也入手一台零冷水热水器，以后随时打开水龙头都有即开即热的恒温水，这样洗澡用热水才够舒服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零冷水热水器的工作原理是需要热水器水管里的水不断的循环起来，让热水管里始终充满热水，循环的过程中热水器就要一直的工作，这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非常耗费你家的燃气，每个月的天然气消耗会看得人心惊肉跳。网友抠门记成人反馈，没换热水器之前，我家只用天然气烧饭，基本每月20-30，一年也不过300块。结果换了零冷水热水器之后，家里就3口人洗澡，一个月竟然涨到500多燃气费，你敢信？刚开始以为燃气表有问题，近期一次才注意到，洗完澡关掉水龙头，它那个燃气表还在转，才发现是这个热水器还在烧。所以不是180平以上的户型，真不建议选择零冷水热水器，使用成本高，安装费用贵，根本不适合普通家庭。4. 智能电视。现在的智能电视尺寸越做越大，但价格却越来越便宜，75寸的品牌电视甚至不到3000块就能买到手，对于消费者来说确实便宜。但是现在很多家庭把电视机买回家，大多成为了客厅的摆设，因为发现虽然买得起，但却看不起了。没完没了的广告植入也就算了，关键还有各种各样的会员层出不穷，收费项目也是环环相扣。有不少网友吐槽说，现在的智能电视想找个免费的节目观看，难度堪比登天。最让人不能接受的还有，不同的影片放在不同的播放器里，还要再多办个会员，多收1分钱，真的是太坑人了。网友山东大饼子反馈，都说近些年电视开机率越来越低，这能怪咱老百姓吗？现在看个电视还得充会员，各种各样的 VIP、SVIP， 但凡好看点的节目基本都是独家，甚至还要付费才能观看。而且买了会员也不是通用的，想看个儿童节目还得再买儿童专栏会员，花几千块买个电视，结果成摆设了，真的无语。最后也奉劝各位在购买家电的时候需要理性，一定要考虑清楚自身的消费能力以及电器的使用成本，不要头脑一热盲目跟风，给生活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网红家居用品出来，功能被各种夸大吹捧，但是却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，最终只能沦为笑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商家是赚得盆满钵满，推荐他的网红也是名利双收，而消费者成了唯一受害者。
就比如下面这6样家居用品，有多少人是冲着它们的功能买的，最终却被坑了的？一、多功能 S 型裤架。衣柜空间不够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考虑使用一些收纳工具，希望能把多余的空间利用起来。多功能 S 型裤架的宣传就是利用长挂衣区下方的空置空间，把裤子一条一条的叠挂起来。使用 S 型裤架只需要一个衣架的空间，却可以同时收纳5、6条裤子，确实是节省了不少衣柜空间，但是用起来超级不方便。裤架上的裤子全都是贴在一起的，在拿取的时候会出现前后不平衡的状态，想拿出其中一条裤子，就需要把整个裤架都拿出来，非常不方便。而且也不是所有裤子都可以放上面，稍微厚一些的裤子根本挂不上去，属实坑人。2、空气炸锅。空气炸锅真的是风靡一时过，一句万物皆可无油炸的宣传，就把它推上了当年的小家电销售榜首。大家家里应该都有1、2台吧？空气炸锅最大的优点就是不需要把食材完全放进油锅里烹炸，只需要少许油，甚至不需要油就能吃到油炸口感的食物。无油炸更健康，这是它的优点，但同样也是它的缺点。食材没有经过油脂的浸润，只是把其中的水分烤干了，所以在口感上无法达到油炸般的外酥里嫩。而且由于食材是在密封的炸锅内，无法及时观察它的熟透情况，所以经常不是烤糊了就是没有熟，很尴尬。另外，空气炸锅被弃用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好清洗，它不像普通的锅具可以直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，它底部和顶部都有加热圈，是不能泡水的，只能擦洗，基本很难完全清洗干净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空气炸锅的使用次数多了以后，烤出来的食物有一股酸涩的塑料味的原因。3、豆袋。豆袋又称懒人沙发，听上去好像是给懒人的福利，其实只要你用过1次后，就知道自己被这个名字坑了，它真的不好用。豆袋其实就是一个布袋，里面包裹着泡沫颗粒，躺上去是柔软的，但是你躺上去和起来的这个过程很狼狈。豆袋放地上是低矮的，你要躺上去就需要先放低自己的重心，趴下去或者跪着躺上面，起来的时候也需要用手肘支撑。另外，成年人躺在上面的时候，要么是脖子没有支撑，要么是腰部和臀部悬空，整个身体是无法完全放松的，很难受。如果你想清洗布袋的话，就需要把里面的泡沫颗粒全部倒出来，它们会飞得你全屋都是，吸尘器都吸不干净。4、恒温杯垫。这个东西不能说它完全是智商税，但是用起来就是觉得很坑，可以说是既实用又鸡肋。说它实用是因为它确实可以加热，比如放在办公桌上给玻璃水杯里的水保温，但是如果你想用它来加热，那真的要劝退了。用恒温杯垫加热牛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10分钟后尝一口是冷的，再过10分钟后只有最底下有一口热的，加热效果特别差。如果只是用它来保温确实没问题，但是加热功能比较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保温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保温杯呢？还更方便。5、酸奶机。很多人都喜欢吃酸奶，又担心外面买回来的有太多添加剂，就想自己动手做还能省点钱，于是就入手了酸奶机。说实话，酸奶机本身并不是很贵，但是要做酸奶，你除了酸奶机外，还需要牛奶、菌粉、白砂糖、酸奶储存瓶等，而且过程比较长，发酵好后还需要冷藏1晚上，最后发现自己做的口感总是偏酸，远远不及超市买来的好吃。6、麦饭石不粘锅。炒菜糊锅确实是很多人做饭时的苦恼，因此当麦饭石不粘锅出来的时候，在商家和网红的吹捧下，大家争相购买，但是买回来后发现这玩意儿其实就是智商税啊！很多人以为麦饭石不粘锅是用麦饭石做的锅，就像铁锅是用铁打造的一样。其实麦饭石不粘锅和麦饭石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它只是在普通锅具的表面加了一层麦饭石色的涂层而已，涂层很薄。如果用铁锅铲或者烹饪一些带有尖角的食材，比如炒螃蟹时，涂层上就会有明显的划痕，要不了多久就会看到涂层有明显的脱落。没有了涂层的不粘锅就变成了粘锅。大家买东西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听商家或者网红的推荐和夸大，一定要理智选择购买，不跟风，不冲动，理性消费，才能减少被坑的可能。